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每个人的人生旅途中啊，因缘是生生灭灭，生灭不已啊。那机遇呢，也是时好时坏，时有时无啊。每一个因缘都是机遇，每一个机遇都是因缘啊。我们如果能够做到缘生就欢迎你来，缘灭就目送你去，缘生就把握当下，缘灭就看开放下，缘生就来，缘灭就去，这样就是来来去去的潇洒人生啊。碰到好的因缘跟机遇，我们要能够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如果是碰到不好的因缘跟机遇，我们也是要警惕自己哦。逃避不一定躲得过，面对不一定最难受。这句话我们在读书会常常提的哈，这个也是要直球对决啊，不要错过。因为这些逆缘跟逆境也都是我们的真上缘呐，我们还是要感恩接受。所以这个不要错过啊，不是单指好的因缘跟好的机遇不要错过。不好的因缘跟机遇，一旦碰到了，也是不能错过。因为不经一夜寒彻骨啊，哪来梅花扑鼻香啊？所以要感恩一夜的寒彻骨啊，更要感恩逆境啊，这样子的信念呢，要把它建立起来，也就是信根要很坚定啊。信根还在，那就好办了；那失去这个根啊，就难办了。因为呢，天雨虽大，不润无根之草。佛家讲啊，善缘恶缘都是缘呐，对错就在一念间，何妨将恶转为善，雾散云开见青天呐。所以一切都是好因缘。那这个中间呢，转念是扮演旋乾转坤的角色。这样才有可能一切都是好因缘啊！因为呢，转得过来啊，就是心悟就自在啊；转不过来呢，就是心迷就会苦。转得过来就是心悟烦恼除啊，那转不过来呢，就是心迷烦恼生啊。有一只蜜蜂啊，跟一只蜘蛛要结婚了，那这个蜘蛛的妈妈就跟这个蜘蛛讲了：“你跟这个蜜蜂结婚有什么好啊？每天只会飞来飞去啊。”那这只蜘蛛就跟他妈妈说了：“飞来飞去，至少人家也是空中小姐啊！”那另外一边的这个蜜蜂的妈妈跟蜜蜂说啊：“哎呀，你跟蜘蛛结婚有什么好啦？每天只会爬来爬去，结蜘蛛网啦。”那这个蜜蜂就回他妈妈说：“至少人家也是搞网络的啊！”所以一念心转，万境转呐！转念的功夫了得啊，自然就能够逆转人生啊。那每个因缘都是机遇，能唤醒自信的慈悲跟智慧啊。每个机遇的当下是实践度众的善巧跟方便。这个短短的一句话，明确道出我们必须以何种正确的态度跟想法，来积极面对生活当中随时会遇见的任何不可控制跟无法预测的因缘啊。因缘跟机遇有好有坏啊，这是我们无法掌控跟做主的，因为这是操之在他。但是我们要如何去面对它，用什么心态去面对它，这个是操之在我，这个我们就要做自己的主人呐。所以每个因缘都是机遇，而机遇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因缘跟机遇，我们碰到了，无论是好是坏，只要我们可以感恩跟欢喜接受啊，这样才有可能如刚刚讲的可以唤醒我们自信的慈悲跟智慧啊。那他的行动纲领呢是什么呢？要放宽自己的胸襟，放大自己的心量，设身处地呢为别人着想，以同理心来面对别人不要理直气壮，要理直气和，同时也要能够适时的以退为进，知所进退啊。
那具足以上这几个条件呢，那么当下呢，我们就是拥有一颗慈悲喜舍的心跟足够的智慧啊，那就可以来面对生活周遭任何的人事物啊。所以这些文字浅显易懂啊，3岁小孩都会念啊，但是80老翁做不到啊。然而只要不断的做中学，学中做，那就是孔子学生颜回所说的顺何人也，愚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意思是说，舜是何等的伟大啊，而我又是如何的渺小啊。但只要有心向智者跟觉者看齐，努力学习，我们也是可以有所成就的，也是可以超凡入圣的啊。所以正悟的境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只是小悟跟大悟之差而已啦。啊，这个呢，我们要有信心啊。面对好的因缘啊，我们就要知缘惜缘结好缘呐，彼此以诚相对，留下美好的回忆啊。那面对不好的因缘呢，我们也要学会以一颗宽大包容的心呢，来淡然处之啊。靠转念的功夫呢，把它当作逆增上缘呐，把它当作是帮助我们成长跟磨练的好机会。因为没有这些逆缘跟逆境，我们如何能够激发潜能跟智慧呢？而当我们一次又一次顺利的通过种种的磨练跟考验之后呢，我们会发现自己越来越进步哦，越来越茁壮哦，越挫越勇啊，腿劲也越来越强啊，不怕别人扯我们的后腿啊。因此自信心呢，无形中呢也慢慢的更加坚定了。那面对这些可以训练我们心智成长的各种的好坏因缘啊，我们都是受益者哎，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心怀感恩呢？是对啊，所以人生有3件事情呢，很可悲啊。第一个，遇名师不懂得追随；第二个，遇善事不懂得亲近；第三个，遇良机不懂得把握。那这个不懂得追随啊，不懂得亲近啊，跟不懂得把握啊，都叫做错过。在现实生活中啊，我们不但要面对现实啊，更应该要学习充分利用现实，充分把握任何良机，而不让它错过。那走过路过有没有错过呢？这也是一念之間的也是万法唯心哦。走过路过呢，就是近在眼前的，因为你走过路过就在你的眼前啊。而如果没有把握住而错过了，那就是远在天边，遥不可及呀。因为人生的规划永远比不上无常的变化啦。稍纵即逝的因缘会深深影响我们生命的璀璨呐，跟美妙的回忆啊。相信大家都有这种错失因缘而造成遗憾跟后悔的经验呐。那我也有这样的遗憾哦。我记得以前曾经有跟大家分享过一次了我从小音感就很好，只要会唱的歌呢，我电子琴就弹得出来。但是那个时代的我们呐，我们那个年代了这个面对很大的这个升学压力呀，所以我从小学3年级开始每天下课之后就要去补习耶，就要去补习班补习耶。那不是补习班了，都是那个家庭的啦。那个时候哪有时间发展兴趣呢？到了读高中跟读大学呢，都在玩，不懂得把握时间学习钢琴或电子琴那出了社会，想要挽回这个兴趣呢，就开始去雅马哈学呀。但是时不我与哦，为时已晚上了2次的初阶班因为工作忙碌只好放弃了。这个是第一个遗憾那第二个遗憾是什么呢？我喜欢听日本歌，尤其日本老歌这个日本演歌啦，这个实在是很大的享受啦。那还可以呢，
陶冶性情呐。而日文呢，我也是很喜欢，从小也经常听我爸爸讲日文，也略懂一些了。但是读大学的时候，居然没有把握因缘去修日文哦。那毕业出社会之后呢，也是想尝试挽救，就去补习班学习日文啊。也是因为工作太忙，报名上了几次课之后呢，中途而废，但是还不死心哦。再报名第二次，还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心有余力不足啊，只好放弃。那这2个遗憾呢，一直到今天，一直还是我心中的后悔，也是人生最大的惩罚啦。也因为这样子的教训呢，在我去马来西亚投资设厂之后的第4年呢，我跟我家师姐在吉隆坡拜访了应顺导师同辈分的马来西亚的佛教耆老博元长老我叫他师公啦。后来他好像97还是98就圆寂了。那我从这个博元长老那里呢，我们走过路过，但是没有错过，开启了我们一家人走进慈济的因缘一直到今天30几年的因缘没有停退过好家在那也好在马来西亚呢，这个走过路过没有错过，而促成了改变我们一生的一大事因缘那这个也算是扳回一城而这个因缘呢，大大胜过之前那2个，刚刚讲那2个没有把握住的个人的小因缘因为正言上人讲个人事小天下事大，所以算起来人生还是走过路过没有错过，实在是好家在那我个人觉得比较欣慰的是，做慈济志工30多年来即使当初要管理2个工厂很忙，而慈济的事情也很忙，但我几乎没有错过任何慈济活动的大小因缘甚至做慈济比自己经营事业还积极因为做慈济无所求所以很快乐那做事业呢，即使到最后我只投入1分，也是会有9分的烦恼因为必须有所求，必须能够赚钱才能够永续经营问题是钱也不是你要赚就赚得到所以才会有求不得苦，不是吗？即使求到了也患得患失因此呢，即使有1分的事业，也会有9分的烦恼。这个就是事大业就大啦。所以2001年，也就是23年前呢，我抓住因缘结束工厂，把5000多坪的土地跟厂房呢捐给慈济那这个也算是我把烦恼丢给正言上人。那上人可以把烦恼化为菩提那我跟我家师姐则从此离苦得乐，所以是双赢那时候呢，我跟我家师姐在马来西亚推动慈济，是从自己的2间工厂呢先带动起工厂里面的场地空间货车交通车加上以自己的员工资源的人力资源呢做后盾，只要有慈济活动来了，我们工厂的职员就是放下锄头，拿起枪杆充当志工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志工所以我们必须从自己工厂带动起那我跟我家师姐也必须带头做必须亲力亲为身体力行那这样才有办法带动当地的志工嘛就这样筚路蓝缕，一起山林现在当地受证的慈诚委员有4500位将近志工则有13000人而全马来西亚的慈济会员超过250万现在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啦，已经是开枝散叶，遍地开花了。我们大人走过路过没有错过，这个也会成为孩子的模模型的模啦。那孩子也会上行下效上面怎么做，下面的这个晚辈的跟着怎么学习也因此呢，我2位从小就在美国生活的女儿呢，也在美国投入做志工也经过见习培训，最后受证为慈济委员，而且他们2个都如数。好，
那我们故事简单分享到这里，我们言归正传了。有人说成功是属于准备好的人，也说能够掌握机缘的人才能攀上成功的浪潮，大家都是这样在说。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有商榷的余地。事实上，努力的人不一定会成功哦，还要看运气跟福报嘛。而不努力的人也不一定会失败哦，因为他运气好啊，福报大啊。对。然而我们必须了解一点，努力的人会比较积极的，比较精进的，所以容易创造机会。那不努力的人呢，比较消极，比较懈怠，所以很容易错失机会。因此，努力是成功的必备条件，但是福报则是成功的先决条件啊！哪一个重要？两个都重要，努力跟福报两个都要兼具啊，甚至还要其他的外援跟助援哦，才会成功哦。所以我们佛法讲，除了自利之外，还要他利跟佛利啊，也都是很重要啊，这样才会立于不败之地。那这个道理就跟我们以前读书会有提过的放弃的力量是道道相通的。放弃跟坚持同等重要哦，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被说哎呀要坚持才会成功啊这种迷思给困住了哦。虽然我们常常会说啊，因为坚持才看到希望啊，不是看到希望才坚持。不过这句话呢也有要持保留的态度哦。坚持并不是人生唯一的选项，必须也要同时具备放弃的力量才可以啊。就好像前进也不一定是人生唯一的选项啊，后进也是进啊。地球的前面跟后面是一样大啊，对不对？同理，勇往直前也不是唯一的选项曲直向前也是向前啊。所以坚持该坚持的就要坚持，该放弃的就要放弃。已经知道目标错误，方向不对方法不对，那这个时候呢，再坚持下去，那就是努力跑错方向了最终就是走向失败一途嘛，不是吗？而如果自己已经是目标错误或方法不对，却还浑然不知还义无反顾的往前冲那这个就更要命了。怎么死都不知道明明这帖药已经吃了很久不见效，那这个时候应该要换一帖试试看医生也应该都是这样在开药的不是吗？对，我常常要回诊嘛，对，那这个药不行就换一帖药就是放弃原先不正确的想法跟做法，当机立断，立即改弦易辙，重新定位，这样才有可能旋乾转坤逆转人生所以放弃的力量也是要培养不是一味的要增强记忆力而已培养记忆力很重要，但是培养遗忘的能力也是同等重要懂得提起跟放下，也懂得坚持跟放弃，能够同时拥有这两种能力的人，日子才有可能过得悦乐啦，处事才有可能平顺，事业也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所以针对努力一定会成功或者坚持才会看到希望，我们也是要持保留态度要视情况而说2004年的12月24日，也就是20年前南亚发生大海啸嘛，那斯里兰卡跟印尼雅琪遭受重创居住在沿海的居民死伤累累，家园被摧残的支离破碎，所有建筑物残垣断壁。那时候呢，我跟我家师姐刚好在美国的加州的洛杉矶那海啸发生之后呢，那正言上人就请我们本会的同仁打电话去美国问我去看灾的意愿如何问我的意愿那我在电话中就讲了8个字到现在还记忆犹新
我讲义不容辞，全力以赴啊！电话挂断，10分钟后，同仁再打电话过来跟我说：“季宇师兄，上人请你马上动身前往斯里兰卡进行勘灾。”就这样哦，哇！我马上忙着改机票啊，订机位啊，然后从洛杉矶飞到台湾，清晨5点多抵达桃园后，转8点多的班机飞去吉隆坡，下午1点多抵达吉隆坡之后呢，就回家赶快准备那些行李啊，那再回到机场搭机去新加坡啊，转乘新航那天晚上10点多的班机啊，在斯里兰卡时间清晨12点多抵达可伦坡。那斯里兰卡跟台湾新马的时差2个半小时，斯里兰卡的清晨2点半等于台湾这边的清晨3点了。那抵达饭店之后呢，只睡短短的3-4个小时哦，就出发去海啸的重灾区啊，南部靠近印度洋的那个汉邦托塔。7人座的厢型车走3线，开了6个多钟头才抵达灾区啊。就这样从洛杉矶到斯里兰卡的重灾区花了整整2天了，然后在灾区一待了40多天了。每天早晨都要透过手机把详细灾情呢向台湾的上人呢做报告，一讲就是1个钟头以上啊。那这样1个月下来，我的工厂秘书告诉我，我那个月的手机的电话费是美金5000元呢，等于台币是现在算起来是差不多是15万啊。那这个钱是我自己付的啊，不是慈济付的啊。那钱不是重点啊，而是这个台币15万元的电话费用，这个手机贴在我的耳朵上有多长的时间啊？各位很难想象啊，我也很难去算啊，只知道说耳朵坏掉了，严重耳鸣啊。请新加坡团队下次来义诊的时候呢，把那个第一的那个第一药啊带过来，我点了2个多礼拜才恢复正常啊。好，这些我们简单重点讲讲就好，不是我们今晚要讲的重点啦。我们要分享的是什么？上人问我参与勘灾赈灾的意愿的时候，我没有任何的犹豫，说了那8个字：义不容辞，全力以赴啊，也才会有10分钟后来电叫我立即启程，出发去灾区的历史一大事因缘啊。如果那个时候我有一丝丝的犹豫，机会就没有了。因为证严上人呢很客气，很尊重，只要你有一丝丝考虑或犹豫呢，就找别人了。那为什么我刚刚讲是历史一大事因缘呢？因为我没有错过这个机缘，在7年之内呢，去的斯里兰卡70多次，从紧急勘灾、急难发放、搭建临时屋，从短期到中期到长期的盖永久大爱屋啊，甚至之后呢，继续培训当地的本土志工啊，投入当地的慈善、济贫或义诊的工作等等，这些都是从一开始没有错过而延伸出来的因缘跟机遇啊。后来2012年呢，我离开新加坡回来台湾了，那斯里兰卡的慈善工作就交给新加坡分会的团队，那一直到现在还在持续进行。如果当初我没有果断讲出义不容辞，全力以赴，没有这样把握因缘的话呢，而是心态有所犹豫，那可能会因为走过路过却没有好好把握，现在回想起来心里肯定会很难过，因为这是天大的罪过。同样的道理啊，2002年啊，我那时候人还在马来西亚嘛，但是因为圣严上人他需要有人长期能够住在新加坡，协助推动志业了，也是一样，请同仁呢打电话给我，打去马来西亚。我还记得那天是礼拜天呢，我正在东马沙巴沙捞越那个地方进行会务的关怀啊。那同仁转达上人请我去新加坡常驻，担任执行长的这个意愿，我也是没有陷入常考哦，没有一丝的犹豫啊。在那通电话中，我当场讲的也是讲8个字，我喜欢讲8个字，4个，
现在还记忆犹新哦，就是随境而安，随缘自在。隔没几天，电话又来了，上人请你马上整理行囊去新加坡。就这样子哦，新加坡一待10年了。那时候呢，我在新加坡，我家师姐在吉隆坡，我们夫妻一人顾一坡，同为慈济来奔波，相见时少离别多，所以没空起风波。然而磨练考验特别多，你知我知不必说，就这样道业继续走上坡。这个顺口溜啊哈。那在新加坡10年当中呢，我跟新加坡的志工们结了很好的缘啊，有缘说话是真理呀，也因此呢，开创了很多殊胜的因缘啊。从当初的百世待新啊，到如今的蓬勃发展啊，回眸来时路，因缘就是来自那一念，就是随性而安，随缘自在。也因为有这一念，才能走过路过，没有错过。要错过还是要把握，也是在一念之间哦。或哪一个机会先，哪一个机会后，也是一念之间的这个取舍也是一念之间的。举例来说呢，要先成家呢，还是先立业呢？要先结婚呢，还是先创业呢？这也是没有定论的哦，也是要顺其自然，不能勉强或刻意强求不得。其实有一句俗语说得很好：遇良人先成家，遇贵人先立业。意思就是说，如果此时此刻有贵人要来帮助你的事业那你就应该好好的经营事业，借力使力那别想其他的事情。等事业上轨道之后呢，再来做其他的事也不迟啊。所以才有了这一句遇贵人先立业的说法。然而，如果是先遇到良人，那就要遇良人先成家这个良人就是古代人呢称自己的先生自己的丈夫叫做良人那良人也可以解释为贤良之人所以人生遇到一个情投意合的人不容易一旦错过就会良机不在因此在遇见合适的人之后呢，就应该先珍惜眼前人有些人总觉得哎呀，等我事业有成之后再来找对象也不迟其实这种想法是不可靠的。等你事业有成之后，因缘又转变了我们不是讲嘛，因缘稍纵即逝嘛，再来可能因缘又不一样的就很难说的啦，也很没有把握啦这个道理把它用在修行上也是通叫做佛在世时我沉沦佛灭度后我出世。也就是俗语说的啦，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这样就是走过路过完全错过，回想起来就令人难过在什么因缘之下就做什么样的事情叫做什么？把握当下，随顺因缘因缘要把握，但是也是要随顺意思是这样子那我们线上读书会到了就是好好学习工作的时候就好好工作睡觉的时候就好好睡觉那结婚了结婚以后就好好经营婚姻别等到错过后才感到后悔要知道眼前能够抓住的才是属于你的，以后的事谁又能说得准呢？所以《金刚经》不是有讲吗？未来心不可得其实他讲3句的未来心不可得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也是不可得。那我们现在来讲这句未来心不可得，就是指未来的事是未知数所以变数很大要懂得先把握因缘，把握当下。那当下的机会都把握不住了，更别谈未来的因缘吧。同理今天的事情都掌控不了，更别想说要掌控未来的事情对。那遇良人先成家，遇贵人先立业，这句话
也是在告诫我们什么？先把眼前能抓住的机会的机缘把它把握住，未来的因缘等以后再说。已经遇到名师就不要错过，要赶快追随。刚刚讲的嘛，对不对？已经遇到善知识就不要错过，赶快亲近。已经遇到良机也是不要错过，赶快把握。千万不要为了要抓芝麻，却把西瓜弄丢了。转过身来想找回西瓜，西瓜已经被别人取走了啦。这就是耕田而不播种，不播种啦。叫做空过因缘啦。那遇良人先成家，遇贵人先立业。后面还有再接一句哦，也是很好的话，叫做什么？无贵人则先自立呀，无良人则先修身。那无贵人则先自立，意思是说，如果你不幸都没有遇到贵人来帮助你，来提醒你啊，那你就要靠自己自立自强喽。努力充实自己，提升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有功能也有良人的人呐。这样就是提升了自己的生命价值啊，也就是靠自己的能力去取得成功啊。那无良人则先修身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遇到值得信任跟值得尊敬的贤良之人呐，那就先修自己，努力修养自己的品德，提升自己的修为啊。所以总而言之的这整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遇到贵人或良人，那就强迫自己成长啦，让自己成为自己的贵人跟良人。贵人跟良人不是别人，是自己，因为自己就是自己的主人。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啊，他说：“10年不得真理，10年无智；终身不得真理，终身无智。”没有志向的人啊，他的精神状态是散乱跟昏沉的啦，因为他的精神意识是恍恍惚惚，没有方向啊。那立志就是要立下一个正确也有意义的人生目标，也就是让我们的生活活得有意义、有方向、有重点。那这个有什么有效的方法吗？有，很简单，就是安排时间来做志工，多做多得，少做多失，不必靠别人帮我们祝福啦，也不必靠别人来帮我们加持啦。自己无所求，做志工就是对自己最好的祝福跟加持。然而要做志工，也是要懂得把握因缘，把握机会啊。因为只是想不是开始，做才是。输在犹豫啊，赢在行动啊。所以让我们一起来互相勉励，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啊！好，我们今晚读书会就分享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法喜充满，福慧双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